千万别来胡夫金字塔。提到全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一定有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这座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瑰宝，不仅因为其悠久的历史，也因为受到各种未解之谜和好莱坞电影的渲染，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朝拜。然而，作为一个来过2次埃及的人，我奉劝大家千万别来，因为实在太多坑了。不然你被扔在沙漠里的时候，千万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前往我们的下一站呢，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站。金字塔是个神奇的地方，然后马上就能和外星人建立联系了，所以一定要去。我现在就位于世界7大奇迹唯一现存的胡夫金字塔的面前。这个是世界上最高的金字塔，它原来有146米高，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风吹雨晒，现在还剩136米，是胡夫给他自己建造的一个陵墓。我们看了这么多金字塔的图片哈，但你真的站在这个金字塔面前哈，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哈，觉得就还好，没有那么夸张。人上不去，这狗子可上得去，可厉害了这狗子。它修建于公元前2650年，已经有4500多年的历史了。难以想象这些石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化和大自然洗礼之后，还伫立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么多年过去哈，其实大家都一直在猜测这个胡夫金字塔到底怎么建成的。毕竟在4500年前，人类文明还这么不发达的时候，居然能够建出这么神奇的东西哈。然后经过这么多年考证呢，科学界比较认可的一个猜想呢，其实是这样的。金字塔确认选址为吉萨高原后，便确认地基并清理了这片土地上的沙石。在一切开始之前，为了确认正北方向，古埃及人先在基地正中央建立了一道圆形的墙。到了晚上，祭司会站在圆心上观察东方出现的第一颗星，将这个位置和圆心连接。接着，祭司会一直关注这颗星星的移动，并记录下它消失的位置，并且也将这个位置和圆心连接。由于星星围绕着北极旋转，祭司们便得出了2条线形成的夹角中线便是北方的位置。第一年，工人们用石头将地基铺面并削平，因为即使表面微弱的误差也会严重影响整个金字塔的完整性。从第2层开始，金字塔的修建便变得不再容易。他们需要从金字塔的每个角落修建一个斜坡，随着斜坡的上升，直到达到相应的高度。随后，工人会用类似雪橇一样的装置将石块运至这一层。随着金字塔不断增高，坡道也围绕着塔身旋转上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侧面来看到这个斜坡到底是如何贴合在金字塔侧面的。当金字塔到达一定高度后，将不再满足4个斜坡同时上升，于是他们将斜坡缩减为2个，另外2个斜坡便止步于此。金字塔的顶部不再是由多块石头堆砌而成，而是由一块完整的花岗岩打造的小型金字塔。工人们将小心翼翼地将其沿斜坡运至金字塔的塔尖。至此，金字塔的修建只完成了一半。之后，工人们便开始打磨金字塔的表面，直到其表面完美光滑，才会拆去斜坡和脚手架，这样逐步向下，直至4个表面变得光滑无比。这个人类史上最庞大的工程才算彻底完工。当然，我这里介绍的只是考古学家们给出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修建方式，另外还有例如水渠法等其他可能的修建方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看看。我们现在走这个楼梯呢，是为了游客专门修建的，应该是所有游客在排队等待进入。这个就是胡夫金字塔的主入口了。这个其实是当年盗墓者挖出来的一条道，我们一会儿就会往里面进去。看大家，我再往下走。哎呦喂，这个墓穴不得了！由于这个金字塔内部禁止使用单反拍摄，所以我只能用手机拍摄一些素材。进入胡夫金字塔内部需要先往下爬一段特别窄的隧道，之后再往上爬一段后，会有2个分叉口，分别前往王后墓室和法老墓室。我们直接朝法老的墓室前进，会来到一个巨大的大走廊，非常的壮观。
然而，等你艰难地爬到法老墓室之后，却会发现里面除了一个简陋的石棺，什么都没有。同行的一个埃及小哥还胆大地直接跳进了法老的棺材里面，也真是不怕被法老诅咒。我现在在两个金字塔之间哈，就是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和胡夫的儿子卡夫拉的金字塔也是在我的背后。啥？因为胡夫金字塔哈，它保护的其实是最不好的，整个表面已经完全脱落，看不清楚了。但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后面这个，然后它呢就保护的比较好，可以看到它的顶尖那些白色的部分哈，其实就是当时最早建好金字塔时候的样子，就是有另外一层白色的大理石制成的石头把它包裹起来，表面是非常光滑的，那个技术真的是非常的高超哈。大家会大部分觉得这个卡夫拉金字塔的高度会高于这个胡夫金字塔，这其实并不是真的。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俩的角度倾斜角度不一样。卡夫拉金字塔呢，由于它是建造的时候它用的是55度，而胡夫金字塔是51度，所以导致卡夫拉金字塔的倾斜角度更大，所以大家感觉更陡峭。但实际它的高度并没有这么高，而且卡夫拉金字塔本身它就建在一个高台上面，有10米左右，就本身地基就已经比胡夫金字塔高了。所以说肉眼上视觉感受上会觉得这个卡夫拉金字塔会比胡夫金字塔更高一些。这个骆驼是在健身吗？哇，我们现在要进入墓穴了，哇塞，咱们准备下去了。哎呦，这个狭窄的，向大家看看，基本上金字塔所有金字塔里面的这个隧道都是这个大小，都是这个样子，都是需要这样匍匐前进。哎，腿好，我的腿好。想起了知道吧？哎呦，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终于站。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地方暂时等一下哈，因为下一个路口那个地方有人正在下来，所以我们等他下来之后再上去，因为路真的很窄，很难错开。现在又是一个上坡，哦，咱们走吧。进洞。哦，这有个洞。继续往上爬。哦。来看我后面这个深深的隧道吧。好像到底了。哦，真的到了。哦，这个真的比胡夫金字塔要那个小。我现在就在卡夫拉的墓室里面，空空旷旷，啥都没有，也没有装饰品。现在后面这个棺材，该躺进去。这后面就是古来一躺的地方，卡夫拉法老的棺材就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墓室里面啊，是比较空旷，而且卡夫拉金字塔这个进来比较容易，发现没有2步就到了。不像胡夫金字塔要走很久。从卡夫拉金字塔出来后，发现跟着我们一路的骆驼贩子居然还在墓穴门口等着我们。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讲价之后，最终我们谈下一个还算合理的价格，于是他便准备带我们去骑骆驼。曾经在摩洛哥的时候，我可是从骆驼背上一头摔下去，摔了个狗吃屎的，可是非常惨痛的经历。还活着。看到我现在后面这个是在吉萨高原上面最小的一个金字塔，是胡夫的孙子修的。我怀疑哈，可能是因为经过他爸和他爷爷修这2座大金字塔之后劳民伤财，国家可能再也没有钱继续给他们修下一个金字塔了。就难以想象哈，如果现在这个外包皮的石灰石，它依旧保持在这个整个金字塔表面的话，到底有多壮观？大家骑骆驼的时候，要掌握的要领就是身体跟着骆驼一起移动，解放双手，给大家拍视频。你看后面这位紧张的双手抓紧，吓得话都不敢说了，感觉在睡觉。给你拍了。
如果要骑这个骆驼的话，大家一定注意防晒，因为这个太阳暴晒下面，骑着骆驼走那么1个小时，你真的人会虚脱的，非常的恼火。如果大家不愿意晒的话，也可以坐一种马车，然后有直顶的，这样会稍微好一点。大家一定以为有名的胡夫金字塔群呢是修在一片沙漠之中的，的确它是修在沙漠之中，但是呢，整个基萨高原呢紧紧连接这个城市，就在城市的旁边。如果大家从天际线上面看的话，真的只有1线之隔。啊，不容易啊！这样前往狮身人面像。来到狮身人面像的屁股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和金字塔对比起来，现在就显得狮身人面像好小好小好小。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狮身人面像的眼睛正正看着的就是一片城市，也就是吉萨这座城市，开罗的一个郊区，相当于。骑骆驼下来有骑骆驼后遗症，走路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终于到狮身人面像面前呢，我已经快不行了。大家看，狮身人面像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这个雕像之一哈，它是在这个石柱上面一步一步的雕刻出来的，而不是把它塑的形。这里本来以前是一块高原，然后把它凿出来的是整个。然后看它的鼻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便会有大量游客来看金字塔的灯光秀。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样预订了位于金字塔旁的酒店的话，便可以节约下这笔费用。胡夫金字塔群作为埃及乃至全世界最有名的旅游景点，每个人这辈子都想亲自来一趟。然而，我真的奉劝大家，千万别来胡夫金字塔群旅游。虽然全世界各地的景点都多多少少有很多让人不愉快的地方，但是胡夫金字塔绝对是世界上骗局最多、让游客最深恶痛绝的景点。在我旅途中遇到的所有游客或者曾经来过埃及的人，都会在这里留下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你真的很难在地球上找出一个能让全世界游客都给出0好评的景点。但我知道，不管我怎么不推荐大家来参观胡夫金字塔，但是如果你们来埃及的话，一定还是会来的，因为毕竟来都来了嘛，是吧？所以今天在视频的最后，我来和大家分享一切你可能在胡夫金字塔遇到的骗局和陷阱。首先，金字塔的骗局从你还没有到达景区就会开始。如果你打车或者自驾前往，在前往金字塔的必经之路上，一定会有人把你的车拦下，告诉你前面在修地铁或者前面在施工什么的。谷歌地图的导航没有更新，你过不去的。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临时的入口，或者说有些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甚至会配合他们演戏，来让你跟他们一起走。大家千万不要信，一旦让他上了你的车，那你就会有巨额的带路费会让你付，所以大家一定不要信，就跟着导航走，这是第一关。然后第二关就是在你买门票的时候，大家在买门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核实你的票，并留好凭证，因为金字塔的门票有非常多种，除了有入口的门票，其次还有进入每个金字塔去参观墓穴的门票，这就是不一样的，是分开购买的。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而且还要注意你买的是成人票还是学生票，因为我们当时买票的时候，我们买成人票，然后因为没有注意，他给了我们票，我们就直接去检票处了。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发现他给我的是学生票，然后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去了售票处，他们英语也不好，然后就在说不懂，听不懂。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去叫了警察来，然后幸好我们当时是用信用卡付的钱，所以有那个小票，然后警察去和他们交涉之后，才重新给我们买了票。他们虽然这些售票处是官方的正规的，但是他们也会坑骗这些游客，所以大家在买票的时候一定仔细核对你的票。等你过了检票处之后，你金字塔的挑战才真正开始。这个时候会有一群人，他带着牌子走过来，会告诉你说，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是政府人员，你相信我，我可以给你做免费讲解。他会跟你说是免费的，这个是包含在你的门票里面的，我免费带你们去参观。你一旦信了他，跟他走了，那你最后一定会要求你给他一个巨额的小费，如果这时候你不想给，那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周围的人，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都会围上来，一定会让你给小费的，因为他毕竟服务了你，这个时候你只有给钱，不然你走不掉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的交流，就甚至是眼神上的交流都不要有。
他们都会有非常强大的小强精神，会死缠烂打，像苍蝇一样甩都甩不掉。很多游客会嫌烦，然后就给一些小费就打发了。但就正是因为这样，他们觉得有利可图，见人就缠上去，然后可能遇到容易的就给他钱，然后他也赚的钱，是吧？这里的人其实都是欺软怕硬，你要强烈的吼他们，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哇，我真的是头快炸了，我很烦哎。Please leave me alone. Please, please. 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的交流，这是最好的。就是你进了金字塔，你就变成一个哑巴了，千万不要说话，不要别人走过来说 How are you？ 你的那个什么英语基因就突然发了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那你完了，你这个走不掉了，他就会开始用各种的话搭讪你，然后让你跟你走。所以大家记住我的这个箴言，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如果你顺利的通过了前面几关哈，接下来这关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那就是骑骆驼。因为作为金字塔旅游的传统项目，的确非常受欢迎哈。但是呢，这个坑呢就是多到数不清了。我再来给大家仔细讲一下哈。一般你一进到景区后，就除了这种说带你去参观的以外，也会有人说，我也是工作人员，我是带你骑骆驼的，你跟我去骑骆驼吧。如果你钱多，那无所谓，你就冤大头是吧？你就让他宰你，你就去吧。就是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因为我一开始并没有很想骑骆驼，因为我是第2次来了，我就没有理他。但是他也是和别人一样，就会缠着你。这个人真的缠的我们一路缠的我真的差不多快2个小时吧，让我们从一个金字塔缠到了另外一个金字塔，而且我们进到金字塔里面参观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等我们哦，等到我们出来之后继续缠着我们走，就这么夸张。我另外一个朋友正好没有骑过骆驼，就说骑一下，我说好吧，就骑一下吧，就跟他谈价格。我们先谈好了价格之后，他就会给你谈得很模棱两可，知道吗？一开始跟他谈的是2个人价格，然后他说 OK 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快上骆驼之前，因为为了确认嘛，我把摄像机打开录着像，我就确认他是不是一个人多少钱这个骆驼，他就说这个价格是1个人的呀，不是2个人的呀，就开始扯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确切的给他说清楚，是1个人的价格，还是1个人骑1个骆驼的价格，还是2个人骑1个骆驼的价格，还是就是2个人一起的价格，大家一定给他谈清楚，最好而且拍视频录像证明。而且什么，你千万不要先给钱，因为他们一般都会让你上骆驼之前先给钱，大家一定不要给，切记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上了骆驼等于就上了一条贼船了，你就下不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人家想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一般都是这个骑骆驼会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在沙漠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点，然后你到沙漠里面去了，骑过去骑回来一般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你如果先给了钱，把你拉到沙漠里面之后，很多时候就会怎么样？坐地起价，让你再给钱，说刚才那个价格只是把你拉到这里的价格，如果你一样骑回去，那不行，那你再给钱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不给钱，别人就把你扔在这里了，你知道吧？荒漠沙漠当中，虽然说也没有这么远，但大太阳晒着挨着个太阳是吧？让你走回去，疯了吧？很多人也没办法，就只有再加钱给他，然后让他送你回去了。所以说，千万不要给钱，一定等到最后把你送到地方了才给钱，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刚才给大家列举的这些，就是在胡夫金字塔能够遇到的常见的一些骗局和骗术哈。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真的千万小心。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并不是说大家被骗多少钱，而是说这些当地人的这种行为会让你的整个旅程非常不舒适。我真的非常希望埃及政府能够做一点实际行动，改善这样一个局面。毕竟埃及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大国，旅游收入其实占他们 GDP 非常大的一部分，他们的确需要规范所有和旅游相关的事宜，不然每一个来埃及旅游后的人都只会告诉自己周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很多人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没有埃及人的埃及是最好的埃及。他们真的需要好好规范一下旅游行业，改善一下这个国家的口碑，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埃及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也有着最棒的旅游景点，但这里一定不是适合每一个旅行者的国家。如果你是一个有着丰富旅行经验的自由行专家，你可以来接受挑战。但如果你不是，但你又想来看看这个世界奇迹，那你就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团参观吧，也许这样会好一点。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评论、点赞、加关注。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